遮颜上神，遮颜上神，遮颜上神，此次学熟的夫子留了洪荒众神考的课业，回去还要交功课的。只是小九有一问题实在是不明。遮颜上神学识渊博，小九特意来向遮颜上神请教。我这里有小叔做的束发玉簪，是小九拿来给遮颜上神的谢礼。题目是什么？敢问上神，东华帝君当初为何会择了神族呢？东华是怎么选择了神族？史书记载，洪荒之始，天祸连连，唯有神族所居之地，风调雨顺，子民安居乐业。东华帝君探查缘故，得知是神族拒修5戒：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妄语，四不淫邪，五不饮酒。此德昭昭感化上苍，于是免去了对我们神族的责难，给予我们许多功德善果。帝君听闻此事，十分感动，于是便选择了神族，摒弃魔族，愿此生仅以神族法相现世，并用大慈大悲大菩萨之心，普度八荒众生。果然是清净无为的东华，果然是无欲无求的帝君，果然是史册传闻中那个最傲岸、耿介、冷漠、有神仙味儿的东华帝君。你呢，就照我说的写，保证你拿高分。上神如此说，莫非还有什么隐情啊？东华是在碧海苍陵化世，经历了许多磨难。你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打架打得很有出息，可惜他本人对于一统天下一直没有多大兴趣。碧海之外，各族在那儿打来打去，一些无缘参与大战又不愿意安生的小怪惹到他头上，他就把他们一一收拾了。这些小怪等级虽低，头上也是有人罩着的。那些罩着他们的魔头觉得面子被俘了，就来找东华的晦气。小魔头上面有中魔头，中魔头上面有大魔头，东华就一路把他们都收拾了。蓦然回首的时候，四海八荒最大的魔头已经收拾成小弟了。哎，别看他常年一副冰块脸，他呀，很讨女孩子欢心的。也不知魔族哪个魔头家的小姐，当时很有盛名，行事颇放荡，看中哪个男子，当夜即同对方一笑冤梦。这位小姐自见了东华，便害上相思。尊座半夜归家，可让妾身等得好苦啊！没想到尊座如此心结。丢出去了啊！丢出去好，丢出去好。那位魔族小姐仍然不死心，扎扎实实被丢出去好几回。这件事儿啊，慢慢传开了，许多魔族女子便觉得，虽然注定要被东华丢出去，但听说他都是温文尔雅地把女孩子从床上抱起来，轻轻抱到门口，再温柔地给丢出去。既然这样，能在他怀里躺上一时片刻，也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享受。能够被帝君抱在怀里，那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？从此以后啊，更多魔族小姐前仆后继，她们总有办法解开东华帝君设下的结界。东华就懒得再设结界了，在每夜入睡前，把美女从他房里丢出去，当做一种修行。就这么过了几年，有一天，帝君，你就收下我做徒弟，让我跟在你身边吧。哎呀，帝君！
哎呀，所以啊，后来父神到碧海苍陵延邀东华的时候，东华二话不说就跟着父神走了。这就是后世东华帝君选择神族摒弃魔族的传说的真相。可惜啊，神族的女子相比魔族虽然较为规矩，但东华为了清闲，还是不得不避入了太成宫。那东华帝君他既不喜欢女孩子，又不喜欢男孩子，那他喜欢什么呀？好问题。我揣测他喜欢的是那种毛茸茸，然后油亮亮的。他喜欢猴子。毛茸茸、油亮亮的不一定是猴子吧？我是看他前后3头坐骑都是原毛，所以揣测他更重意原毛一些。那我也是原毛的。你觉得他会喜欢我吗？随口问问，随口一问。他应该更喜欢威猛一些的。他前后3头坐骑都是什么狮子、老虎，我威不威猛啊？星君，最近魔族蠢蠢欲动，竟还敢与东华帝君起了冲突，这事你听说了吗？幸而有连宋殿下及时赶到，这才避免了一场祸事啊。据说，星君可知，此番帝君去往禁地，乃是为了一名女子。确实是。啊，竟有此事？是啊。我也听说了。据说是帝君对此女子一见倾心，二见许心，才不惜与魔族一战，也要维护她。传得这么有板有眼的，听谁说的？连宋殿下。连宋的话都信？信啊，信啊，怎么能不信？当然信了。说得好，是个女子，说出来我都不信。